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向往的生活迎第107，陈赫、高瀚宇、谭松韵做客。向往的生活迎来第107温暖回归，陈赫上任主理人，谭松韵乌镇度假，蘑菇屋笑泪交织如戏人生。当向往的生活戏如人生缓缓走到第107，这档陪伴观众多年的慢综艺，似乎也在用一场如夏日微风般的故事，再次提醒我们，生活从来不需要太多修饰，真实的相处与笑声，就是最美的风景。这一期的故事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开始，阳光照在玉米叶上，风掠过田埂，几位熟悉的身影：黄磊、何炅、陈赫、高瀚宇戴着草帽，提着篮子，在田野间弯腰采摘。那画面仿佛一瞬间回到了最初的蘑菇屋时代。陈赫和高瀚宇初来乍到，心中还未完全融入这片安静的乡野，就被拉进了烈日下的农活体验。黄磊笑着指挥，何炅一边掰着玉米，一边随口提起刘宪华的名字。那一瞬间，全场气氛都柔和了下来。镜头捕捉到何炅望向远处的神情，带着一点怀旧的温度。那是这档节目特有的魔力，总能在轻松的笑声里唤醒人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，也在评论区打趣：蘑菇屋这次请来的嘉宾，怕不是魔丸转世吧？一到就干活，太拼了。节目组也调皮地在镜头间穿插几张玉米艺术照，有人给玉米画上笑脸，有人用彩布包裹，甚至插上毽子做成玉米精灵。这些看似无厘头的小创意，其实正是向往的生活的一贯气质，热闹里藏着细腻，玩笑中透着生活的真味。另一边，熟悉的笑声从乌镇的街角传来，谭松韵与张子枫久别重逢，这次终于圆了上次错过同框的遗憾。两人并肩走在古色古香的石板路上，空气里弥漫着桂花香和糖化的甜味。他们停在一家老茶馆门前，点上一壶龙井，坐下时阳光正好落在两人笑意盈盈的脸上。这画面简直就是我和我闺蜜的日常啊！网友的评论如潮。两人从早到晚闲逛街、拍照，尝遍各种小吃，从桂花糕到乌镇臭豆腐，每一样都尝得津津有味。他们偶尔会聊到过去的拍戏趣事，也会说到生活中的烦恼。没有剧本，没有设计，只是纯粹的放松与陪伴。当镜头捕捉到谭松韵坐在乌篷船上，被风吹起的发丝与笑容交织的那一刻，向往的生活仿佛不再是一档节目，而是一场关于慢下来的诗意告白。夜幕降临，蘑菇屋的灯光亮起，餐桌上摆满了新鲜的食材，空气中飘着饭香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将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时，节目组递来了几张卡片，角色分配，唯独暗恋桃花源。这一环节立刻引发了全场笑声。黄磊抽到老桃，陈赫竟抽到春花，高瀚宇则是演员老板。三人刚开始唯独就笑场连连，陈赫反串春花的娇嗔语气让众人笑到飙泪。何炅一边捂嘴一边感叹：你这是春花还是陈老板？双引号。然而剧情的推进很快带来了转折。黄磊与张子枫分别饰演江滨柳和云之凡，当他们念到那段饱含深情的台词时，黄磊眼眶忽然湿润。他停顿了几秒，低声说道：有些情感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。张子枫静静看着他，轻轻接下台词，那份真诚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节目现场一时间安静下来，笑声退场，只剩故事的回音。观众们在弹幕中刷屏：这不是演戏，是生活本身。黄老师的泪太有感染力了。或许这就是戏如人生的意义，演的是故事，感动的却是现实。夜深了，彭昱畅赶回蘑菇屋。3点的夜风微凉，
三人围坐在餐桌旁，聊起各自的近况。陈赫笑着说：“我这次来就没想偷懒。”高瀚宇附和：“那明天你来当一天主理人。”三人相视一笑，这个玩笑竟在第二天成真。清晨的蘑菇屋多了一张神秘纸条，写着今日主理人陈赫。伴随陈赫的新歌《懒得很》的旋律，他正式上任，带着彭昱畅、高瀚宇外出觅食。三人一路逛吃，笑声不断，从街头小摊到乌镇桥边的豆腐花，每一口都吃得心满意足。陈赫负责指路、点菜、讲段子，俨然成了综艺版导游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黄磊、何炅、谭松韵组成了清晨游客团，他们乘坐小车游览蒲院的古镇风景，老街、拱桥、水巷，一景一物都充满生活的气息。何炅轻声感叹：“170了，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发都像第一次一样。”双引号。节目的最后，蘑菇屋里准备了一场小型庆祝仪式，蛋糕点燃，气球飞起，众人围坐在一起回顾往期片段。当镜头切到彭昱畅的生日时刻，他合十双手许下愿望。主持人问他：“你希望今年有什么改变？”他认真地回答：“希望大家都能像蘑菇屋一样，有个可以回来的地方。”双引号。那句话轻轻落下，却让无数观众破防。从第1季到第6季，从山林到乌镇向往的生活的意义早已超越综艺本身。它记录的不是明星们的日常，而是每一个人心中那份理想的生活。有朋友，有烟火，有笑声，也有片刻的沉默与泪水。随着片尾曲响起，画面回到夜色中的蘑菇屋。陈赫在厨房收拾碗碟，黄磊在院子里烤玉米，张子枫和谭松韵在一旁聊天。何炅举起相机拍下一张合照，那一刻，他们的笑容比灯光更暖。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蘑菇屋，那里有柴米油盐，也有笑与泪的故事，有分别，也有重逢。向往的生活这第100期，不只是一次节目更新，更像是一封写给生活的情书，告诉我们，在快节奏的世界里，仍然有人愿意慢下来，认真地过好当下每一刻。下一个100期，也许他们会换地方，也许成员会变，但那份向往依然在路上。